穿越这浮夸的世界，期待重新也变得力量。反转中溢出这愤怒，足以燃烧崎岖大路。幸福从来没有预期，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。寻寻觅觅追踪真相，引领前进方向，始终都是你。可不让你答案就在前方，无论退缩不想设防，可不让你秘密就在心中，沉浸思念为己相同，拥抱自我天空不再可碰，眼看脆弱融碎跑向大海，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20两，这么贵？你打劫呀？你疯了！20两还贵呀？亲家，我未来的亲家，你知道现在的行情1斤肉多少钱吗？我女儿难道还不如几头猪的钱？行，哎，15两行不行？再给点。哎，你这臭老头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刚才前面还在说，说什么你女儿嫁进我们家，做我们家的小妾，哎，是祖上多大的光荣啊！你忘了？再加1两，16两。我这可是个大活人呐，17两，少一文都不成。18两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就要，不要我走了。好，成交。我娘跟秦老爹真像是在买猪肉。哎呀，明朝纳妾跟做买卖没什么差别呀。哎呦，高兴死了！儿子才18两啊，18两就讨了一个媳妇。18两3头猪的价格，就让杨家有后了。哎呦妈，我怎么听着就那么的别扭？我花钱娶了秦芷若。哎，你别说是3头猪啊，不对，你别说我是花了18两，我就是花了180两，只要我老妈高兴，我都愿意。哎呦呦，好儿子，乖儿子，走回家。有了个美媳妇儿，再娶个新娘子，秦芷若呀，秦芷若。居然要嫁给我当合法二奶，嘿嘿！反正放心，我是不会嫌弃你的婚恋观的。为了表彰你很正确的3观，我一定要送你一件由我亲自打造的。Mr. 杨秋池，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？无论以后贫穷还是富贵，青春还是年老，都要与她同舟共济，患难与共，同甘共苦。终身成为伴侣，你愿意娶她吗？谁呀？哥，出来！每次关键时刻都要被这个小萝莉打断。怎么了？哥，你刚才干什么呢？我当然是给我的秦姑娘。Nothing special。秦姑娘什么？什么秦姑娘？刚刚你明明说的就是秦姑娘。我说的是，哎，请姑娘你听好了，这是个秘密，不要乱打听，我打死都不会说的。屁！这是什么？1块破木头而已。
这是你亲手制作的广德县见仁皆知打黑除恶优秀组织4大恶人敢死队的专属木牌。So what？ 我是4队的队员恐龙妹。哥，你怎么可以跟队员有秘密呢？我以恐龙妹的名义问你，秦姑娘什么？秦姑娘，秦姑娘其实就是我老妈和风小雪2个人不顾及我的感受，不顾及我的爱国观，强烈违背我的个人意愿和天赋人权，给我纳的小妾。小妾？也就是说，我老妈和冯小雪2个人逼着我传宗接代。哎呀，你不懂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社会上做人难，做男人更难，做3妻4妾的男人更是难上加难。队长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没什么了。哎，你不去保护白素梅，你在这瞎逼逼什么呢？哦，我正要跟你说呢，白姐姐那边出了点问题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你要是有时间，你去看看呗。没事就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男性，案犯是男性。毛根完好，毛干挺拔，就是没有细细的毛尖。毛干是拦腰被一种锐器削断的，断口很整齐。这儿的人的头发都是很长的嘛，这根毛只有3毫米左右，这么短，加上毛根最多不过5毫米。毛尖断口一定是剃刀剃的，那就是说这根头发是刚剃完不久的，刚长出来的。剃头，明朝什么人会剃头啊？明朝人不都应该是长头发吗？这摆明了就是主流，不是主流那就是非主流，那非主流那就是……我明白了。哎呀呀呀！怎么那么聪明呢？拥有这么高的智商，我真是不好意思。八哥哥，田弟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赶紧抓和尚！抓和尚啊，抓和尚！抓和尚干嘛呀？谢寡妇的上线一定是个和尚。那洒家别洒家的了，天天洒家的，赶紧全城抓和尚吧！广德县有多少和尚你知道吗？我全抓回来，全抓回来。反正你们大明朝也不讲究什么宗教信仰的。三儿在，召集兄弟们，把县城里所有的秃瓢全逮回来。是。哎，那我抓和尚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去白素梅家啊。白氏姐妹的案子啊？啊，正是。我先去了啊。走，你们干什么呀？锦衣卫北镇抚司奉旨办案，捉拿和尚，请配合调查。难道你见过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喝酒吃肉的和尚吗？我们是天生谢顶。你妈的！不管你是谢顶还是削发，只要是秃子，通通给我抓起来再说。带走。好，别，走。施主，老衲发现您颇有佛缘，再结点缘，老大哥。走，你干什么呀你们？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嘞。杨兄，听是听明白了，不过按你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是无所事事啊。这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这等待也是行动的一部分。怎么每次都是你话最多呀？你看看人家安迪阳，什么意见都没有。不是，安迪阳不是白素梅，对我他干嘛老这么羞答答的？我忘了，我好像给他做过人工呼吸。啊，殷夫人，杨公子、杨队长有话要对你讲，事关重要。白素梅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在我们还没有抓到真凶之前，请你一切听从宋云儿宋小姐的，跟她寸步不离，紧跟着她。请你尽量配合我方的行动，这样我能保证你的安全，也能保证尽快抓到凶手。多谢。站住！站住！这
跟着，走走。你们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别那么多废话，跟着。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怎么我在哪儿你跟哪儿啊？你是不是要去见秦姑娘？哈哈，我现在可是一个以事业为重、事业正处在上升期的男人，我怎么可能会？你是不是要去见秦姑娘？是，她在哪儿呢？医馆。你带我去见她。你见她干嘛？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白素梅。她可是未来4大恶人敢死队队长的女人，我的嫂子。我去见她又怎么了？我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没必要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白素梅的安全，好吗？你要是不带我去见秦姑娘，我就不管了。那白素梅要是被人杀了怎么办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恐龙妹，有龙子旭和安迪阳保护她呢。可是，你拖延的时间越久，白姐姐就越危险。哎，我真的是要被你的固执给打败了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请出示你的度牒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未来。走。官爷，为何呀？哪他妈那么多废话？走，走，走走。宋云儿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呀？再待会儿也无妨。对了，宋姑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哼，反正比你小就是了。我擦，你个幼稚！你想怎么样啊？难道要……你真的要嫁给我哥？你看上的哪一点？能不能别这么直接呀？你的节操都搁家里了。那，你了解他吗？他爱好什么？他喜欢吃什么？他不喜欢吃什么？你都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宋云儿，你是嘴巴吃了机关枪了，有没有停啊？你赶紧回去保护白素梅，赶紧回去！我再待会儿。贤弟，咱家有事找你。马哥哥，你简直就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啊！救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走了。你也赶紧走吧，你还要保护白素梅呢你。哎呀，你干什么你？两个大男人大庭广众之下拉什么手啊？真是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，马哥哥？你要干嘛呀？哇！事儿都给你办完了啊！什么事儿啊？搜遍了县城，所有的图条全都在这儿呢。哇，马哥哥，不过我要的是和尚，怎么尼姑也有？那怎么办？放了吧？全放了？全放了。三儿，在，把尼姑都放了吧。尼姑现在都可以走了。留下，走。留下，走。大人，刚刚得知广德县正在大肆搜捕和尚。什么？留下，留下，留下。放了。马哥哥，这些不合适的都放了吧。都放了。都放了。你这也太草率了吧！我这很科学。那不行，没抓几个人，这妈全砍了吧！我靠，你这才叫草率好不好？我们很科学，很讲人情，很讲道理的好吗？这位大师，你刚才没有听到两位领导的讲话吗？你想就地原界啊？过来，马哥哥，像我这样，每个人拔一根头发，收集起来给我，记着，每个人独立编号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啊，待我查验，等我消息。三儿，在，拔。进去，快点！官爷。没跟上。
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！杨兄，搜寻谢寡妇上线可有端倪？快了，很快就有消息了。我们现在重点就是白素梅。虽然我等现在证据不足，但白氏随时会供出嫌犯，破案指日可待啊。我也表示乐观。但是，案犯会不会狗急跳墙？你说的这一点呢，我表示肯定，他一定会翻墙的。所以我们要引蛇出洞。如何引蛇出洞？我们先要把白素梅和云儿两个人保护在很秘密的地方，在阴府里布满衙役捕快，然后了然，杨兄果然是高明之至啊！可是我们送到什么安全的秘密所在啊？秘密的地方就是秘密的地方，我还没有想好。不过应该是很破旧的地方，破旧的地方就是秘密的地方，秘密的地方就是破旧的地方。了然，杨兄果然是高明之至啊！简陋的地方虽然看似不安全，但是贼人绝对想不到我们会。龙子胥，虽然我们两个是好基友，可是你也不要老是夸我好不好？我听着还觉得别扭呢。好基友。转移？为什么呀？哈哈哈哈哈！因为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队长，你到底还有什么计划呀？我没有跟你们商量过这个计划吗？没有。Oh my god！ 我最近是不是犯老年痴呆症了？算了，龙子胥，去把门关上。关门去。过来。小心敌人，坏人最近特别多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一动不乱动。现在敌人在蠢蠢欲动，所以我们必须先动，先发制人。我们要把白素梅转移到一个又安全又保密的地方。哦，去县衙。哎，不可不可，不行，县衙人多嘴杂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细作呢？云儿，你负责保护白素梅，保护她去我们家的老房子。哎，队长，此计甚妙。虽然队长家的老房子看似不安全，但正因如此，贼人绝技想不到我们会。哎，行，云儿，你一定要负责好她的安全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现在假装白素梅已经好全了，我们以此诱惑，让敌人陷入到我们的陷阱之中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队长啊，那小生又有一些不明白。你说，现在白素梅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，那又如何让贼人知道她已经好全了呢？又如何？哎呀，我们这就是一个钓鱼的计划，我就是那个钓鱼的人，而我现在需要一个诱饵。诱饵？诱饵？什么诱饵？冷子胥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刚才布置任务的时候，没有给你布置任务啊？我。悄悄的，别出声啊！来，白姐姐，这边。来，恐龙妹，到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，你都安排好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你的任务就是陪睡陪吃，这儿安全得很，你就等于是放假了吧。这次任务要是结束了，你的功劳大大的。队长，这不公平啊！对呀，哥，我想了一个计划，我可不可以一边保护白姐姐，一边去当诱饵，一边跟着你们打架？停！别多想了。你就好好的陪着姐姐就行啊，子胥，走。云公子，现下我们副座情况不明，可没空管这破事儿。我可前前后后帮了你们不少忙啊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帮我。现在就是下手的好机会，机不可失啊！你也不要太为难我，此事
这还为难吗？想怎么做，说说看。这吗？好，好。队长，行了，别说话了啊！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快拿嘴抿一下，松嘴，松开。我还是第一次给一个活人化妆。哎呀，杨哥哥，你怎么把龙子胥打扮成这副模样？笑死人了啦！切，是啊，队长啊，好歹龙某也是须眉，你何必如此呢？我不把你扮成白素梅，那凶犯能到这儿来吗？为了咱们伟大的革命事业，咱们这叫稍微把这个性别错乱一下，没什么。哎呀，队长，这哪里是错乱一下，都成这样了，都不像龙某了。哎，属下觉得杨大人说的有道理，我等这就私下埋伏，一定将那帮歹人抓住。这样，子胥，一会儿啊，我们一会儿出去了之后呢，你就在这窗户前面啊，来回的溜达，要像女人一样扭捏点儿，扭啊，来回溜达，听到了吗？哦，赵虎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出去了之后，你一定要保护好子胥的安全，同时，你把那个给我管好了。他敢！行了，行动！今儿你说那帮歹人真的会来？放心吧，一定会来的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，就在这2天。这蚊子好多，咬死人了啦！你看，我看看。有人来了，拿下！你会想吗？偶尔还会想我吗？爱情故事，主角已换作他，对我没说完的情话，没有结局的童话。我想我是时候蒸发，把幸福筹码都留给你和那些照片留在心里的画面，你现在是否还能想起昨天？为什么对他比我好一些，让我一个人度过寂寞